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编。2006年8月8号，一位面无表情的男子走进了北京警局。男子身上的红色印记让值班警员顿时警觉了起来。不出所料，他接下来交代的事情跟他身上的红色印记一样，充满血腥。故事还得从中国河北省的张家口市说起。1975年，当地一对普通农村夫妇迎来了他们第4个孩子，名叫陈文林。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，上面还有3个姐姐。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所以家里的收入非常一般，生活过得非常拮据。随着父亲的去世，这种拮据就变成了窘迫。而在母亲和3个姐姐的要求下，陈文林在学习上一路保持着优异的成绩，成为了村里少有的名牌大学生。1998年7月，23岁的陈文林大学本科毕业，获得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位。4年的大学生活让他迷恋上了北京这个大城市。正如俗话说的，大城市是平台，小城市是江湖。出身寒门的陈文林就更懂得其中的意义。他毫不犹豫地就选择留在北京，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，在北京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这片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。因为成绩优异且有多段实习经历，陈文林很顺利就拿到了一家外企的 offer， 成为了一名 IT 工程师。当时他的月薪达到了8000多元人民币，就相当于现在的3万多元。而在写字楼众多职员中，这个收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在20世纪初， IT 产业正在飞速的发展。2000年上半年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陈文林就认识了北京女孩刘红玲。2个人的年纪不相上下。刘红玲的父母呢，此前是海淀区的菜农，后来因为北京扩建征地，便有幸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北京户口，成为了北京人。跟陈文林不同，刘红玲呢是家里的独生女。她大专毕业后就在海淀区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会计，每个月的工资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。而在遇到陈文林之前，刘红玲其实有多段恋爱经历，而最近的一个男友是就读大专时的同学李伟峰。2人从相识到相恋，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李伟峰的父母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市普通工人，他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一个事业单位，月薪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。而对于未来女婿这样的条件，刘红玲的母亲是坚决反对，甚至还粗暴地拆散了他们2个人。女儿的男友也曾经多次说过自己会好好努力，让女友过上好生活，奈何未来丈母娘一点机会都不给。为了应付母亲的要求，在没有和男友李伟峰正式分手之前，刘红玲就和陈文林见了面。事情传到李伟峰耳中之后，一气之下的他就提出了分手。昔日的甜蜜恋人在短短1天之内就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。李伟峰甚至还跟女友打了个赌，说自己以后一定会过得比陈文林好。刘红玲本以为男友是在说气话，没想到不久之后，男友真的从单位辞职，跟别人合伙开启了一家公司。同事告诉陈文林，这个女孩子工资虽然没有你高，但是性格温顺，长相也非常清秀，丝毫没有千金小姐的那种野蛮。就算你们不能做成恋人，也可以做成好朋友。而在同事的鼓励和撮合下，2人就开始发生关系。见面不久后，陈文林还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家境，以及自己未来的人生计划等等。他的实诚也给刘红玲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并逐渐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。一段时间后，刘红玲就带男友见了家里的长辈。交谈过程中，陈文林不卑不亢，有礼有节，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可陈文林有所不知的是，他女友母亲的真实意图是想找个上门女婿。因为女友母亲认为自己和老伴没有正式工作，家里又没有儿子，将来肯定还得靠女儿和女婿养老，而自然未来女婿的收入条件就是优先考虑的因素。她再也不想女儿遇到之前那样的男友，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块，这么点稀碎的工资，要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扎根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。
而相比较为女儿的前一任男友，陈文林虽然来自农村，家里条件也非常一般，但是他为人老实，收入不错，有这样的一个女婿留在身边，就不用担心以后自己没有人照顾。在和女友认识不到半年之后，陈文林就被女友的母亲催促去领证结婚，而在婚后，女友的母亲就以省钱为由，让陈文林退掉了在朝阳区租的房子，和女儿一起搬到海淀区的回迁小区房。起初陈文林也非常纠结，因为这样一来，自己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就多达3个多小时，想想都觉得恐怖。但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，他最终还是同意了。而在刚开始住进去时，出于礼貌，陈文林在生活习惯上总是会处处依顺岳父岳母，但久而久之，这种迎合别人的感觉不是一般的难受。而更让他出乎意料的是，后来岳母居然暗示他把大部分的工资交给妻子。听到这话，陈文林心里非常不自在，但最后还是照做了。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，妻子居然瞒着他，悄悄把钱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。陈文林心里很不舒服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妻子就没有跟自己商量一下呢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，他就多次要求妻子把钱拿回来。而获悉女婿的想法之后，岳母就旁敲侧击地提醒陈文林，以后这套房子以及我们2个老人的财产全部都是留给你们的，现在我帮你们把钱存着，就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。由于岳母怎么也不肯让步，陈文林也只能就此作罢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而由于工作上应酬的需要，以及北京一带消费比较高，所以陈文林的零用钱经常不够花。而岳母获悉之后，只是让女儿提醒女婿不要乱花钱，要存点钱为以后的孩子做打算。刚开始陈文林还觉得妻子是在关心自己，他很感动。可是慢慢的，妻子在金钱上的控制是让他越发不满。经历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后，陈文林和妻子甜蜜的爱情早就变成了一滩鸡毛。陈文林发现岳母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，而且妻子也是越来越没主见，大小事情都得问下他母亲的意见。而因为这些事情，夫妻2个人是经常搞冷战。而结婚1年后的2001年9月，2个人的儿子就出生了。陈文林的岳母就非常高兴，他认为这是刘家延续血脉的香火，所以他就想让孩子姓刘。可是陈文林坚决反对，儿子跟爸爸姓那是天经地义。但因为孩子姓名的问题，陈文林跟岳母就陷入了冷战。后来陈文林就觉得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，那就是隔离矛盾源头，不要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。但与此同时，岳父岳母居然先斩后奏，悄悄地把孩子的姓改为了刘。而对于儿子姓刘不姓陈的事情，陈文林是一直不敢跟家里的父母说，他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孩子的姓改过来。在2002年春节，陈文林就想把刚满1岁的孩子带回老家过年，但不料直接被岳母给否定了。岳母就以农村条件落后为由，劝陈文林留在北京过年，实在不行租一套房子让亲家过来暂时住一下也可以。他一边是想见家人，一边呢是想让母亲看孙子。无奈的陈文林最后只能带着几张孩子的照片独自回到老家。从北京到张家口虽然只有190多公里，但是这趟旅途却是他做过最难熬的一次。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看着孙子的照片，母亲是时而微笑，时而沉思。看到这一幕，作为儿子的陈文林岂能不心痛和生气呢？春节过后，陈文林就在北京5环物色了一套期房，面积在120多平米左右。考虑到丈夫通勤还有孩子教育的问题，妻子就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母亲。母亲获悉之后，就主动拿出了5万元人民币。一方面呢，是作为自己对女儿买房的支持，另外一方面是想以此安抚女婿在孩子姓氏上的问题的怨气。但是到了办理购房手续那一天，岳母就突然提出自己也要一起去。而陈文林当时就怀疑岳母应该是别有用意。果然在签订购房合同时，岳母就要求陈文林在房屋产权上写他的名。陈文林就觉得非常气愤，一半的首付款和将来的月供都是自己负责，所以产权人应该是自己，
绕家人也是加妻子的名字。他直接拒绝了岳母的要求，还因此和岳母发生了争吵。最后岳母主动让步，提出让女儿成为房屋的产权人，双方的矛盾才得以草草收场。后来某天，妻子让丈夫给儿子洗澡，漫不经心的陈文宁在把儿子衣服脱光之后，直接就把它放在了盛有冷水的浴盆里，然后才把热水倒进去。那孩子娇嫩的皮肤遇到热水，马上就哭了起来。因为这件小事，夫妻两个人又吵了起来。吵着，两个人又说起了孩子跟谁姓的问题。而期间，陈文宁还被岳母嫌弃是个乡巴佬。而陈文宁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说他是乡巴佬。更何况岳母一家此前也不是北京人，他直接和岳母吵了起来。不料激动的岳母直接甩了一巴掌。气头上的陈文宁就把岳母推倒在沙发上。岳父看到后不但没有劝架，反而直接对女婿动起手来。这时的刘红林根本就不知所措，只能一脸茫然的傻傻站在旁边。还没等她开口劝架，丈夫的额头就被母亲用东西砸出了血迹。直到这时，几人的争吵和推搡才停了下来。看到妻子不帮自己，伤心的陈文宁就捂着头，独自打车去医院包扎。而这一次肢体上的冲突让陈文宁彻底伤透了心，他心里非常难受，也很矛盾。他想跟妻子离婚，但碍于年幼的孩子又下不了这个狠心。事发后，陈文宁就请假回老家住了3个晚上，在第4天才被妻子叫了回来。后来当着岳父岳母的面，陈文宁对妻子提出了2个选择，让我们离婚，让我们分家搬出去住。而最后陈文宁就独自搬到了新房子。此时的他对岳父岳母已经感到深深的绝望，而要摆脱这种不讲理的人，就必须带妻儿搬到新房。在2005年10月，利用自己的私房钱以及亲朋好友的资助，陈文宁就凑够了10万元，简单装修的新房子。就在他准备乔迁新居时，母亲突然从老家打电话给他，说自己感到身体不舒服。老家的医院检查后，就建议他们到北京的医院就诊。孝顺的陈文宁获悉之后，就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。陈文宁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妻子，希望从他手里拿出一部分钱为母亲治病。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妻子竟然表示爱莫能助，因为钱都已经交给了自己的母亲。而当时处于气头上的岳母怎么也不同意交出存折。为了避免母亲担心，虽然陈文宁很不情愿，但他还是请了岳父岳母到饭店吃饭。出于礼节上的考虑，岳父岳母也暂时放下了矛盾，客客气气地为亲家接风洗尘。而在酒桌之上，陈文宁的母亲一看到孙子之后就非常的激动，刚想伸出手去抱孙子，就被刘红林拒绝了。碍于母亲好不容易到北京一趟，陈文宁并没有发火，但是那晚极度抑郁的他喝了不少酒。吃完饭之后，岳母就执意抱着孩子回了自己家，而陈文宁则带着母亲回到了新房子。借着酒劲，他觉得越想越火，所以就跟妻子又大吵了一架。当母亲看到自己刚来就惹得儿子和儿媳妇2个人吵架，所以就默默地离开了。而第2天早晨，陈文宁醒来之后，发现母亲居然不见了。在火车发车之前，他才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，并将她拦了下来。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陈文宁的母亲不幸患上了子宫癌，必须进行手术，但是需要交3万块的押金。而此时的陈文宁因为刚刚装修完房子，手头并没有多少现钱，他只能找妻子商议。可是妻子最后只拿出了1万元，无奈之下的陈文宁就只能找同事借了2万。母亲出院之后，陈文宁本想让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，但由于不想看到儿子为难，母亲提出想早点回老家。那母亲大老远从家乡来到北京探亲治病，却受到亲家如此招待，这更加深了陈文宁对岳母的反感。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让他很容易暴躁和发火，而出于报复心理，陈文宁就把怨气转嫁到了妻子身上，从冷暴力到肢体冲突。有时候妻子实在忍不住了，就会跑上娘家住上3-4天，而岳母知道之后就总会指责陈文宁，一家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紧张。在2005年年底时，一辆豪华宝马车停在了刘红林母亲面前，车门一开后，他就惊呆了，
因为车主居然是女儿的前男友李伟峰。攀谈之后，刘洪林母亲获悉，李伟峰在刘洪林结婚之后也很快结婚，但是没过3年就离婚了。经过几年的打拼，此时的李伟峰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总，宝马轿车、豪华别墅，一副青年有为的模样。也许是念及以往的情分，李伟峰承诺可以给前女友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，他还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刘洪林的母亲。看着逐渐消失的宝马车尾灯，刘洪林的母亲不禁感慨，当年自己真是没有远见，半打的鸳鸯，白白错过了个这么好的女婿。转头一想到陈文林，他又非常的懊悔不已。而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之下，刘洪林就与前男友李伟峰取得了联系。刘洪林怎么也没想到，前男友居然对自己仍有留恋。此后2个人还开始了频繁的来往，罪恶的火苗就这样被悄悄的点燃。2006年7月25号这天，刘洪林在家里整理电脑的照片时，突然翻到了前男友的照片，她陷入了无尽的遐思。不料这一幕刚好就被走进来的丈夫发现，一个不爱解释，一个喜欢联想，不出意外，2人当场肉吵了起来。而在当晚，刘洪林就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。岳母一听女儿受的气之后，就怂恿女儿离婚。几天之后，刘洪林就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。而在8月6号，陈文林就到岳母家找妻子，让她回家商议财产分配的问题，但是直接被拒绝了。而隔天，陈文林再次到岳母家，但是依然吃了个闭门羹。8月8号上午，陈文林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时间，打算向妻子和岳母摊牌。如果岳母和妻子答应他的条件，那就快刀斩乱麻，离了婚之后双方永不相见。而在出门之前，陈文林还鬼使神差地带了一把小刀。来到岳母家之后，他发现岳父刚好带着孩子外出游玩，家里只有岳母和妻子2个人。陈文林表示，把新房子产权证的名字改成他的，他就马上同意离婚。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妻子的拒绝，岳母还对此开口大骂。而陈文林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，他觉得无比悲屈，娶了个北京妻子，非但没有带来快乐和荣耀，反倒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。而气急败坏的他，就直接把刀架在了妻子的脖子上，鲜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。被吓了一跳的刘洪林母亲开始大声呼喊求救。这时陈文林就松开妻子，来到岳母身旁，一刀直接刺进她的胸部，然后就是一段乱挥。短短1-2分钟之后，54岁的岳母就倒在了血泊之中。看着已经倒地不起的岳母以及奄奄一息的妻子，陈文林似乎动了恻隐之心。在做出疯狂的举动之后，他才停手离开了岳母家，到附近的警局自首。而等到警方赶来时，陈文林的岳母就因为失血性的休克以及颅脑损伤不治身亡，而他的妻子则身受重伤，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，最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那所幸当时陈文林的岳父带着他的孙子外出，不然当时很可能就是一屋四命。在2007年3月20号，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。陈文林的老母亲还有3个姐姐也参加了庭审。而在法庭之上，老母亲一直泪流满面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儿子会如此冲动。从审判庭侧门走出来之后，陈文林看到了听众席上的母亲，虽然她一直极力保持冷静，但她还是无法忍住嘴角的抽动。虽然脸上没流一滴泪，但此时她的心里早已经哭成了泪人。法院认为，由于陈文林不能够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性命，致1人死亡1人重伤，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，按理来说应该判处死刑。但是鉴于陈文林在案发之后主动自首，并且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，所以法院便判处了他死刑，缓刑2年执行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陈文林的下半辈子会在监狱中度过。在主审法官作出判决之后，陈文林就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，但是面对岳母家人仇视的目光，他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的行为进行忏悔。每个人的出发点其实也许是带有善意的，但是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一路走到底，那再宽的路也估计会走成奈何桥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